首先，我们也是来看一下两边队伍的一个 BP。蓝色方是重庆狼队，红色方是济南阿达布侠。狼队上来第一班给到了狄仁杰，那这样鲁班纳是阿达布侠对搬掉。那元辅就不用管了，外边就是鲁班纳盾山跟空空儿的局。狼队又处理掉了一手镜，搬镜的话，阿达布侠没有搬空空儿跟盾山全放了，搬了一手沈梦溪。搬镜是想拿女娲吗？也不至于。沈梦溪被搬了，女娲确实现在算是比较香的一个选择，比较热门的一个选择了。不过还有一点就是，阿拉布侠他们最近有一种思路，他们的镜加上火舞的优先级还蛮高的。现在镜没了，鬼手献花。狼队先接了空空儿，把盾山抛给了对面。最近好像空空儿碰到盾山胜率还不错。是。要看阿达布侠这手还要不要接了，其实他完全可以不管盾山的，他可以考虑拿苏烈去打，但还是选择了盾山硬碰硬。盾山的话，这把能配的搭子很多，选择了盾山加艾琳。那左边空空儿要想让盾山艾琳变得非常的难受，甚至都可以直出关羽，是多冲阵，或者是吃叉也可以先出，或者是女娲这个点，然后常规就是戈亚小乔都可以。女娲吃叉，黄沙席卷之处，皆为我的猎场。包括关羽，感觉都可以拿。但是他如果出关羽的话，很容易被对面3楼康盘，对面直接一手海掠。还是攻势先出一下。这套之前是用来应对右边出公孙离的，现在是盾山加艾琳照样这么打。因为他还是能接 combo， 其实空空儿本身跟小乔的配合就比较容易达成，空儿上去的开团配合上小乔的一套爆发，比较好接。女娲整体的拆火能力也是比较不错的。这把女娲天敌没有那么多，是沈梦溪跟京东在班位了，然后对面的中单也出了。两边的打野啊，接下来估计都要针对一下了。阿达布侠直接搬了一手哪吒，哪吒跟镜，我觉得是打野里边比较好直接碰到女娲的英雄。狼队的时候原坦搬的也很有针对性。阿达布侠这套阵容肯定需要金羽或小度出一个特别硬的前排顶着，要么就是小度出蒙恬，或者狂铁还在外面，是吧？狂铁也不错。关羽现在也被搬了。打右边这个阵容，马超也还不错，搬不完，反正是又搬了手大司命。毕竟才第一局。狼队是原坦、宫本、夏侯惇，左边搬了4个打野。那如果要再看一手的话，这手狂铁可以先露出来，然后打野位置再观望一下，放到5楼康的位。狂铁两边其实都可以拿，但是你拿狂铁左边大概率会是夏洛特。给你去打到一个对位，然后团战感觉盯双 C 也还不错，或者就是马超，那就看他们的优先级了。然后婉婉这边大概率会选一手撑强度的徐佑金，放弃了谭野，他也是可以和空空儿去接爆发的。那两位青青这边可能就是一个。我会做你所向白起，哇！这BO5的第一把白起边路就有点跟昨天那个猪八戒边城猪八戒一样啊，有点一下子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几年前。对的，当时是野河特别流行的版本。是的，那你可以一定程度上放经济嘛，然后谭野来正面。但是你看到 ID， 青青其实就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对啊，他确实是只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可能才会玩这些英雄去走边路啊。阿达布侠最后1楼给金鱼选择到了飞，飞打空空儿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你那么多分身，我一个大招都能斩到。是的。而且他们也是希望说越过狼队的前排，直接去给到后排威胁。讲道理，狼队就这么一个前排，还是一个开团的前排。其实狼队整个阵容拿出来就是打进攻的，他要把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让阿达布侠变成一个被动防守方。那狼队这套阵容就会把他的优势无限给发挥出来，只要有视野优势，这个闪现应该是闪现白起，他的开团跟空空儿的开团都会直接让阿达布侠举步维艰。
是的，就白起他其实拿出来比较好去针对到的一个点，就是可能在盾山这个英雄上面，对吧？我可以直接嘲讽你，一炒俩。对，你要是爆人的话，但它的前提呢，就是白起的出场率低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整体的成型期啊，相对于很多坦边来说稍微偏慢了一些了。它需要一定的装备去支撑它整体的嘲讽时间。但它其实这把跟狂铁对位上的话，因为白起自身也带回复，狂铁拿他也没什么办法，说实话。就对着发育。对，就是对着发育的情况之下，而且橘右京可以过来吃更多的钱，白起甚至可以控线给橘右京吃。是的。他们这套组合下来的话，肯定是让玩这个橘右京的经济高很多。但是金宇在5楼点出了飞的发育也不会太差的。对。只是中路的女娲也需要钱，看他们如何去权衡。两边其实都是需要有多个吃经济点的阵容，而且这一局从开团的角度来说的话，狼队的开团手的话更多，他们的主动性会更强一些。可以理解为阿拉布侠没什么开团手，他的盾山如果去开团的话，一定是机会特别好的团，他才会去开。更多的情况是他要保着艾琳去输出，保着自己的双后排。然后同时，当飞有一定经济了以后，阿拉布侠的理想画面应该是可以和女娲去打那种 combo， 直接对狼队的后排形成威胁的。对，前置伤害铺垫完了之后，飞直接一波进场，就跟我们上一场刚刚看到的疏远那把飞一样，他去作为一个收割位是最好的。不过不论如何啊，今天这一场比赛上来非常有趣的一点就在于，第一局我们看到的就是野河之间的一个对拼了。两边的打野位置选手其实都是在去年一整年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的选手，然后也都在年末的时候呢选择加入到了全新的战队当中。来看一下他们整体第一局的一个野河的思路，包括如果再往前盘的话，婉婉之前应该也和小杜在第2季做过队友，应该在24年那个时候，很早的一个时间。所以彼此之间的话，其实大家都是有一些这个羁绊和渊源在的。而狼队这边啊，其实他们上场比赛已经经过了比较多的一个休整时间了。就来看一下他们这样一套首发在上场帮助队伍拿到赛季首胜了以后，在这一场比赛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磨合状态了。而且阿拉布侠在上一场比赛自己的连胜被终结之后呢，能不能快速的去调整一下，然后让自己目前的积分能够再往前进一步。进入到双方的这一场比赛，这也是一场2组的比赛，非常扑朔迷离的一个组别了。蓝色方重庆狼队，红色方济南阿拉布侠，我是解说炫，我是解说潇洒。全军出击！空旷儿已经找到了飞，好信，留了个飞刀。那橘右京就很轻松的进到了飞的另外一半野区，传一组小野。下路小乔来了，那这个兵没吃到，艾琳都没有升到2级。这是因为刚刚橘右京给了一个进红的视野，导致了晚末的女娲不得不往红区靠一靠，防止这个橘右京可能有进一步的动作。是的。那这样小乔好像也抢到了这个赤甲，下半区的资源全部被狼队拿到，拿的还是比较多的。上半区的话，晚末就只能帮狂铁先把空间之灵拿下来，然后中线卡着就等飞，到时候一起吃。看这波下路线压完之后，盾上要不要去中并线？过去跟飞一起吃，因为中路线他不着急清，甚至可以囤2波一起吃。你看中路两边的法师都没有清线，都在走。看到给到了一个提醒，因为看到橘右京已经是升4级，所以要出野区了。对，就直接先往后靠了一下。中路的线都没有主动去清，都在等。看这波橘右京带着下路双人路一起来中了。前期的话，两边的打野都还是要先以自己的发育为主，所以不会爆发太多的一些摩擦。然后对抗路也说到了，基本上都是对着清线，然后等打过来吃。对。
但是狼队这套阵容，他们整体的卡中轴能力会更强一些。空空儿加上小乔还有橘右京的爆发，他们的中野辅前期的伤害量会更可观一点。哎呦，哎，女娲很灵性啊！这个大招应该是抢到了啊，嗯，那个血量。我感觉晚墨他对这种小野的判断还是蛮准的，因为之前经常会出现他那种前抢期 buff 对大招抢对面红的一个情况。是的，嗯，意识比较好，知道地图资源，刷新的时间，就对面的一个动闪，他就知道对面下一步大概是要干什么，然后他会根据对面的这个动作去判断那个野怪的血量，对，然后去放大招。而且女娲前期的大招的话，去做这种小资源的争夺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反正现在又不打架，对，上路飞的第一波出手，没挑到。飞这把都不太好去吃中路的话，狼队这边的先手控制太多了，主要是他中野辅的点杀能力太高了。只能是这种放到塔下的线，它吃起来比较安全。他如果在河道中间那个位置，就很容易被开。所以狼队他其实只要保持这样的轮转，中野辅一般都能拿到线权，因为 RW 侠会选择先避战，对，他会先放掉这波线权的争夺，让你把线推过来。妙手空空。主要是待会儿4分钟的选择也很重要。要打啊这波，白起传过来，狂铁走过来。看样子是想碰撞一下，但是狼队提前站住视野，可以打个先手。然后女娲可以用技能先探一下，是的，看到了人，那这个龙被秒了。然后戈亚看到这个蓝 buff 尝试抢不到，被飞一个惩击拿下。赤甲也被佩恩保下来。看到第一局的预测上面看好狼队的人会更多一点，有22人，是吧？这个白起主要也是这个赛季第一把。对。但现在确实，你来到了野河开始变多的版本的时候，你很多的这种弹野重出江湖，又在晶晶这样的一个选手当中使用，也合理，也合理。对，来了，上路白起要教大招跑路了。哦，选择了反潮，配合小乔。小乔过来给了一下吹的击飞。嚯！婉婉这个位置有机会啊！拔刀斩掉了飞。橘右京还把狂铁压残之后上路塔可以推，这么婉婉不想放过小度啊！两段贴近被砸起来，但不要紧，回头再一刀，一个居合。这波就看到狼队整体一是沟通比较紧密，二是青青的处理也很冷静。青青对于自己的成伤的判断比较精准啊，对，没有慌，而是在注意自己小地图的队友支援，没有选择跑，他给我感觉是可能要越墙跑路了。但是你看一眼小地图，他的队友赶过来了，直接反手朝到了金羽的飞，配合上小乔的控制，一波打残，让橘右京收割。也说到了，因为每波狼队他中路有线权，然后加上，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波。这个时候小乔还在蓝 buff 野区呢，轻轻看了一下对面打他的一套伤害，小乔接吹，然后橘右京也跟过来。这波金羽应该是没2技能。主要是这样一波打完了以后，玩完2个击杀进账，接下来打野的速率也会开始拉开了。一波经济差，对位上差不多拉开了快1000。这女娲又是一个预判对面打红 buff， 但对面红 buff 还没刷。盾山这个位置没有人看到了，被空空儿探出来。这一波打野的平衡被打破了。经济差差不多会拉开900左右，主要是在 Filu 的对线上面看到盾山加艾琳也没有。哦，这波被青青骗了呀，梦溪。青青是假传，对，然后梦溪是卡着你传送快落地的时间节点交了个2闪，就想卡你落地一瞬间闪飞回来接控制秒掉。青青玩得很妖啊。来了大闪没中，啊，他赶紧往后撤了。这波被抱过来，被盾山给背过去了。然后同一时间信这边开大做了一波止损，然后倒载在侧面飘了一下，直接再收一人。
再连一段定夜反，到，交了一个闪现。这波打的也很惊险啊。是的。虽然第一时间今天的大闪没有能够得手，然后阿拉比卡反开了以后，发现好像伤害又秒杀不掉，对，然后又被那个戈亚一个大招盖过去之后，形成了反打。对的，也被信的那个空空儿做拆火了。主要还是狼队，我们说到他知道阵容的开团手段有点太多了。对他一个开团手没了之后，他还有后续。刚刚那个蓝 buff 也被橘右京给控了，这样飞会越来越难受。是的，竞差逐渐被拉开好多了。这次你看这个狼队的经济构成就不像之前，那一场啊，非常4个人会非常平均，现在就是有一个非常高的经济出现了。婉婉的橘右京7000。然后以前当出到坦边加野河的这样一套搭配的时候呢，就会让边线全部给到打野去吃，坦野的话，坦边的话就直接来到正面帮忙站视野。但是这把青青还在吃线，还在吃自己线，然后橘右京管的是发育路那条线，发育路的射手会吃完 buff 来靠中，找机会配合让自己的中辅找一波节奏打一打。发育路现在差的经济也是稍微有些多的。因为阿尔达布侠整体的发育空间被压缩了，线也带不出去优线了，只能守着这个中英塔打。中路找到这波机会，直接开了过来，但是被空罐拉扯了一波，直接分身躲开了，反而是小杜苍穹顶了一下，但这一波大中朝3个全部拉回来，跟上爆发，还能追，交了一个闪现，女娲赶紧举着包包做了波拆火。不过金宇的飞是把紫花的小乔给击杀了，给留下了。这波蓝区还想进吗？还想继续控，但阿尔达布侠是想反打了。是的，女娲这推的很不错，消耗也还不错。飞趁机过去交一个大招，大招挂上了以后把空二留下。是的，这一波晚末的女娲那个一技能推的很漂亮，然后金宇也是见缝插针，一个大招甩过去，收一个。相当于阿拉比卡是围绕着自己的这个蓝 buff 的地形做了一个比较好的拉扯。阿拉比卡能打赢的这2波团都是防守反击。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波是蹲草蹲到了一个空空儿，但空空儿太灵活跑了，然后就是黄铁没闪现走不掉，被白起一个大招直接朝了3个，然后艾琳闪出去一瞬间被白起的2技能拉回来了，好在有惊无险没死，然后就是女娲这个矩阵配合飞的一波进场，金宇的站位是想直接换龙的。狼队有察觉，让空华过去看到了，飞正在换龙呢。狼队众人不打暗影暴君了，直接过来，想跟你打架，想利用自己开团的优势啊。白起是有大招，但是没有闪现的。空华直接卡人过去要来接龙了，阿拉比卡也不想放啊，但是对战这一杯没有很好的效果，先往后走。女娲这个大招被躲了。是的，那正面的龙是狼队拿到手。我按的橘右京也，他是因为太有钱了，他现在已经有魔女了。目前9000多的经济，这把他分经济相当高啊。这位置蹲了可以打个先手 ，buff 应该是不好反，不好守了，因为非要过去守这个 buff， 他就有可能直接被留了。借来一用。这中一塔阿尔达布侠守的倒是非常好，重兵把守。但是狼队没有人去护上路的安以先锋，想要直接打下路高地，看到了飞第一时间是不在的，有一个人数差。是的，这波阿尔达布侠只要站位不小心就会被开，盾山交大招拖时间，线已经送过去了，这高地已经在点了，拉回来，要打起火，哇，狂铁直接被融化了。对，这波小杜应该果断一点，交所有的保命技能跑，要不然这个塔就直接先放一波。等飞快赶到的时候再守。看到婉婉这把的反野经济有1248，其实我感觉通过狼队的几波决策，你能感觉到他们的思路打的是很统一的这一局，很丝滑，对吧？一是青青反打的那一波，当时大家的决策，然后还有就是刚刚龙团看到对面想换龙的想法以后，第一时间选择集火，我去接这条龙，而不是说我跟你和平换龙。对，我给你换龙我就亏了。然
然后再到下路推高地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是没有被飞所吸引的，没有被对面给拉偏。对，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走。他们知道自己这套阵容现在强的点就是我抱团，直接我见一个开一个，开一个秒一个。我不能被你拖时间，我就要给足你压力。对，这是目前看出来的一些点。但是反观阿拉比侠现在就相当被动了，他们的肆意分推的话，现在也只能让金宇去带线牵制一点时间，但也不敢带身，不敢带过河道。女娲的话，现在整体的装备也还不足够，马上做出第3件装备。Blue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上路的线护了过来，一波线应该守起来没什么压力。天津直接卡在了一个前点，盾山是直接钻塔，然后女娲再给大招清线，清掉。一波线没压力了。这波是中上2波线，那狼队可以尝试用技能去逼对面的人撤退，然后再去点这个塔，或者就开站在最前面的。转线上路再又被盾山钻塔，这波直接又朝的是狂铁，狂铁闪现交出来了，闪现往后走活下来了。那盾山的话也保住了这个塔。目前经济差有8000左右，狼队优势还是非常大的。那阿拉比侠目前的高地防守的还不错，再加上有盾山在，只要高地不掉，他就能慢慢的修回来。现在阿拉比侠他们的手线分工是比较不错的，他们现在难的点是在于团战下血线的人有点不太足够，导致他们没办法进场完成收割。现在只能看女娲第一套爆发打得怎么样。对，但你看到左边的这装备啊，上野都有魔女，现在除了小乔，戈亚身上还有个天地石，都有一定的魔抗。对，天地石加上一双抗性鞋、韧性鞋。对。所以就现在，除非是女娲打在小乔身上，打在其他几个点身上的话，感觉都能够扛得住第一套消耗。再拿完了以后，暗影之剑是放在了下路。这波下路肯定是要猛攻的。中上的线已经结完了，但下路线第一时间没有人清理。那狼队是不准备管下路线了，准备先在中上打一波，然后让下路的龙兵自己把线慢慢推过来。2条龙兵重合，白起突然闪潮2个，拉回来，接空2连空，接 combo， 第一时间狂铁是扛住了，回头反砸2个，但是没有伤害根啊，自己还是倒在里面。所以的话，艾琳借着盾山往前压退了橘右京的一个身位，戈亚的状态也被打到了2/3，但是对面没有后续的收割点进来了。因为狼队一套技能已经打完了。下路的话，高地是一丝血空空而过去普攻，但是盾山直接钻塔修了，要修起来了，能修起来。狼队有点着急啊，但是下路还有一波线，还是想要把这个残血高地赶紧给推掉，要不然又被盾山给修回来了。刚刚又是轻轻的一波时机的判断，他看到了金宇的飞在上路清线，他就直接过来开正面，没有管飞。这波他又有大招了，盾山先手背了一下，但是看戈亚一个人冲到了后排，找到了艾琳，把艾琳给打残了，还把女娲闪现打出来了。女娲的一个大招，同时正面又开到了金宇，直接拉回来秒掉了。又是轻轻的开团，这白起太有画面感了，比空空儿都猛。是。开团直截了当。因为他刚刚中路压的那一波虽然没有闪了，但是他当时是有兵甲有大招的一个情况，而且对面是先集火他的，他先扛住了伤害，等你输出点想要打我的时候，我直接开你的输出位，我根本不理你的盾山。就说话之间大招又好了，直接卡在前点，要准备送线，直接朝。吃到了嘲讽拉回来，要被秒无坚不摧，晚晚到手。后面戈亚大招又卡住了对面的盾山加艾琳，正面要送线进来了，点掉水晶就可以，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这把太顺了。主要我觉得在这一局，首先阵容上面青青的这